我在床头做了朵能发光的云，为了让我女王大人舒舒服服看书，我在床头做了朵能发光的云。看书时不会影响其他人，可以根据你的位置左右移动它，可以手机调整色温亮度，还可以语音控制。打开床头灯。下面和大家分享是如何制作的。我家是属于早睡和有看书习惯的家庭，为了养成这一习惯，首先要设置成定时关灯。我把客厅的吸顶灯设置成了21点准时熄灭，这样就能9点多一点开始洗漱。同时大人也要忍住不玩手机，洗漱后上床拿出书本开始读书。当你这样做后，孩子有样学样，自然也会找书读。当然你也需要有一个很多书的书架，以及有很多吸引力的书才行，并且要在他没有阅读能力时陪读一段时间。等他能看懂字了，也就养成读书习惯了，也就会自己看了，就能实现开头这种各看各的互不打扰的效果了。但看似和谐的一面，实际对我爱人来说并不公平，因为和我们相比，他会多出卸妆和保养这2步。我留意过，这2件事情做完，差不多半小时到40分钟就过去了。经常是他刚拿上书还没翻几页，有时甚至还没看，我和儿子就已经看完要睡了。也想过放个台灯，但梳妆台的空间实在有限，这是为了拍摄收拾了一下，即使勉强放下也照不到书，又不能一直开着吸顶灯影响孩子睡觉，所以我就想给他做个不额外占用空间又能照亮书本的读书灯。最合适且没有利用到的位置自然就是床头这里了。单纯把灯固定在这里算是个方案，但就是太突兀了，不好看，而且你人挪动位置也不能跟着动和调整，所以做个轨道让它能在上面左右滑动就灵活了。再弄个拉绳可以调整它的位置，最好还能智能控制开关和亮度。有了思路，剩下就是怎么做了。能直线滑动的轨道，我觉得窗帘滑轨最合适，还便宜。下面做个底座和挂钩连接在一起就行了嘛。裁木板很简单，但做好之后发现个问题，窗帘滑轨的滚轮下坠着使用才更顺畅些，所以我就加了2侧的下边框，然后用几根一次性筷子穿过去，把它们连在一起，这样就是压着向下滑动了。试了下很丝滑，然后放上遮挡的木板和灯后，我又觉得不怎么好看。一天傍晚看到晚霞的时候，突然觉得如果把灯做成这样一定很酷吧，那就是它了。于是我就给底座加了个立板，又加了个顶，用螺栓连接做成了可活动，再把筒射灯装上，这样云朵里的光源就搞定了。剩下就是做云朵了，找个塑料板弯起来做支撑，再把 PP 棉热熔在上面就行了，就能又透光又有造型。通电试了下，效果很不错。前面挡板直角太难看，还容易被碰倒，要修圆。曲线锯锯掉大块，锉刀打磨小块，砂纸打磨棱角就行了。颜色太白没关系，刷下木蜡油就一致了。再把窗帘滑轨固定在木板上，加上连接板，把另一个滑轨也固定一起，基本的运动结构就完成了。再钻个孔，把拉绳与托盘木板固定一下，拉和收的移动结构也完成了。上墙的话，我用的是这种山字扣，子扣固定在木板上，木扣固定在墙上，往墙上一挂就安装好了。再把电源线接上，电源插头接好，通电。至此整个过程安装制作完毕。我特意给底部留了空白，这样保证造型晕光的同时，还能得到充足又均匀的光线。这个亮度看书完全没问题，还不会照到其他区域，不影响旁边人睡觉。左右可以移动，这样你坐在哪里看都行。还可以远程控制色温和调整亮度，也支持语音控制。嗨，同学，打开床头灯。开了。即使不拿来看书，当个装饰也很好看的。我爱人对这个成品效果非常满意。